来吧，新玩具！今天我们来玩灿星出品的这一款 CX-01放大版的 SS 擎天柱，放到多大呢？配件内容跟原版也是差不多的，双刀跟天火合体时候的副机甲，另外还有一个战斗面具的头雕，头是直接更换上去的。看着这个脑袋做的样子，其实不咋地啊。来看玩具的实物，车型密合完成的这个情况下，缝隙对的还可以吧，精度还行啊。但尺寸方面已经放大到了30公分左右，可以说非常恐怖的一个尺寸了。放在这里看一下，这个其实是要比 MPM 的车头还要大的。整体拿起来很有分量，两个大脚板这一块是合金的零件，轮毂这个地方有改涂成了银色，再加上橡胶轮胎，但是这个橡胶会觉得特别的生硬，而铆钉的地方也换成了螺丝拧进去。涂装方面还是这个塑料的底色，并没有做那种精涂化的效果。其实我感觉啊，要放到这么大的话，在涂装上面再加一些细致的程度，应该会更精致一些吧。不过这种玩具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嘛，这么大的一个说白了，小朋友们越大越喜欢嘛。那我们直接来开始变形吧。依旧是这个模具，可以说已经是很经典的一个感觉了，所以呢，变形的过程咱们也就不讲的太详细了啊。就是啥，感觉手感上面吧，因为尺寸放大了呀，有一些轴会变得很紧。啊，背包捏出来，进气格栅密合的还是不错的，而且松紧程度这一块也没有说扣的死紧的掰不开，手感上面还行。然后把这块拆开哦，胳膊肘的关节这里加了齿轮，哦，很清脆嘛，咯嘣咯嘣的，还挺爽。我特别喜欢这种声音，为什么？窗户这里换一下方向，倒腾过来，记得这个烟囱，这个转轴的时候让过去。好的。脑袋旋转翻一下，记得把这里边的两个扣子对准，挂上。这边翻上来，打开胳膊，另一边翻，打开这一块，腰部卡下来，腰部的左右旋转，这里也加了齿轮关节。大腿上的合金地方拔开，当然胯部这里为了支撑稳定性也会增加齿轮。不过变形机构并没有任何的改动啊，和原版的变形过程是一模一样的。这个挂钩挂起来会有一些紧，毕竟考虑到这么大的尺寸嘛，也是为了支撑的稳定性，所以扣子也会变得很宽。那么好，非常经典的一个过程，这款柱子就变形完成了。人形啊，30公分左右，放大了一个非常夸张的地步。带上武器以后，随便扭一个造型就会显得更加的占地方了。整体的变形结构并没有做任何的省略，只是在一些关节重要的位置增加了齿轮，来增强它的定位感。也是因为如此，放大了之后，其实变形的过程有一些地方还是不太顺手，卡扣变大了，挂钩变粗了，还有一些倒角的地方得用一点力气。但是最大的问题还是头雕。刚开盒看这个替换的战斗面具头雕，就感觉做的不怎么好看啊，小眼睛。但是你看这款嘴板，你咋不好好做一个呢 ？SS 那个原版的我记得挺好看的呀，咋翻模翻成个这样？没下巴，你一对比就会明显发现嘴版的这个脸咋这么短呢？你谁呀你？
我们还是换上战斗面具的这款头雕吧，相对来说啊，比那个嘴版的好那么一点儿，但是也不多。这话说回来啊，其实我感觉你已经放大到了这么大的尺寸，头雕上面应该再下一些心思的。倒是如果 SS 原版的那个尺寸太小，放大了以后细节会肉的话，你别照那个做呀，你照着 MPM 的那个头雕翻一个出来，其实都比那好看。所以其他方面的问题不大，主要是这个脸做的太丑了。不过这一套主打的也是一个放大版的天晴合体，主要也是展现在一个擎天柱30公分，将来再跟一个巨大的天火合体起来，那这玩意儿将来以后也是一个八鬼之王。但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你头雕做拉了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再加上目前是一个原色的简涂版，但好在呢，它在灰色塑料上面都上了一层金属漆，不会出现那么多的水分，而且灰色塑料会有一点金属的质感。不过我还是想啊，将来这个东西已经放那么大了，百天火合体想必是很多玩家们最终的一个选择。将来再出一个精图的版本和精图的天火一合体，头雕好好做一做，摆在那个柜子里边，其实也是挺唬人的。总的来说吧，嘎嘣嘎嘣玩起来还挺过瘾的。逢年过节家里边来个熊孩子，拿这玩意儿应付一下绝对没问题。那么咱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